2个士兵正在街上巡逻，这时一只棕熊突然跳了出来，背着加特林在人群中横冲直撞。接着他骑上一个恐怖机器人，对着周围疯狂扫射，很快就解除了外面的武装。金刚熊和幻影女顺利进入了大楼。与此同时，巨石王在地下车库也发动了突袭。他的闪电石边攻守兼备，能打能防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清理了下面的杂兵。3人来到大楼天台上，他们必须通过空中管道进入到信号塔内。可当他们走到管道中间时，一群士兵在上方发动了偷袭。巨石王见状，立刻展开石边防御。眼看3人被困在管道上，寸步难行。这时弯刀男从空中华丽登场，他射出一根钢绳固定在塔身，接着一记漂亮的高空大回旋，直接斩断了管道。敌人瞬间从空中跌落。在弯刀男的帮助下，一行人成功进入了信号塔。看着塔内奇怪的动力装置，众人不知所措。弯刀男提醒大家，这个装置是冷战时期的产物，千万不要用身体触碰，否则瞬间就会融化。可还没等他的话说完，幻影女用手直接就抓了上去，结果动力装置立刻就失去动能，信号塔外的电磁屏障被成功解除。守护者们冲上塔顶，终于找到了博士。金刚熊刚要启动加特林，可博士小手一伸，瞬间将他电晕过去。巨石王和弯刀男见状，立刻发动了攻击，但他们根本不是博士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博士打趴在地上。幻影女找准时机和巨石王合体进入隐身状态，博士果然被隐形的石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，最终博士还是用力挣脱了束缚。眼看幻影女陷入危险，关键时刻金刚熊变身巨熊形态，怒吼着冲了上去，但博士只用了一记重拳，就将金刚熊打成了死猪。看来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，弯刀男只好趁机将武器挂在飞机上，带着众人暂时撤离了信号塔。博士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跑，他破坏了飞机的操控系统，4个人被迫坠入了河中。这时女将军赶到了现场，她告诉守护者们，导演已经通知剧组，只要他们4人靠在一起装个响，就能召唤出一股神秘力量，否则照这么拍下去，力哥3天3夜都解说不完。果然众人把手搭在一起后，立刻憋出一个螺旋丸，他们煞有介事的抽搐怒吼，随着一道白光飞出，信号塔和大楼顷刻之间全部倒塌。博士的阴谋终究还是抵不过导演的安排，世界再次恢复了平静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是一部俄罗斯超级英雄电影，据说制作成本仅500万美元，某瓣上1万多人打出3.8分，简直是烂片中的烂片。下次力哥一定引以为戒，拒绝解说烂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